特大暴雨末世突发，班花说陪她长大的猫走丢了，哭着求全班推迟转移，帮她找猫。上一世，我及时告知身为班主任的爸爸，才阻止了这一荒谬举动。全班顺利挤上救生艇，加急进了高地避难所。可第二天，竹马男友沈宇却联合全班把我推入洪流。找只猫能花多少时间？要不是你故意针对小梦，他怎么会为猫跳水自杀？害死了班花，你也配活着？我被当成沙袋扔进洪水，在浑浊的泥水中活活淹死。死后，面对我爸和救援队的盘问，全班集体作伪证。他害死了班花，心虚跑出避难所，淹死了也活该。他们宣扬自己惩恶扬善，靠吃我的人血馒头出名。每年班花忌日还会踩着我的遗像一起祭奠。再睁眼回到末世转移这天，我转身就走。这一次他们想死，我绝不拦着。我死后，全班连爸爸也不放过。爸爸被绑在天台边缘，手脚磨出了血。他们冷眼看他痛哭求饶，手上的刀一点点割着绳子。如果不是你女儿故意害死班花，她现在也能和我们一起毕业。大家都是你的学生，你凭什么只相信林夏？你想查清楚你女儿怎么死的，那就自己去水下问她。爸爸不死心，拼命向看着长大的沈宇伸手，却在他的冷眼旁观中坠入滚滚洪流。全班骂他活该，转头就在避难所里传谣，说他犯了失心疯。他们的冷嘲热讽像刀子一样刺激着我。我看着爸爸在水里痛苦挣扎咽气，灵魂发了疯的哭喊，却发不出任何声音。下一秒，耳边响起熟悉的声音：林夏，你凭什么不让我们帮小梦找猫？不就是昨天弄湿你的复习资料，你又没事儿，至于这么针对他？我怔愣地看着面前和我对峙的沈宇，猛地意识到自己重生了。窗外黑压压的暴雨倾盆而下，积水正在不断上涨，眼泪唰地流下。这个时候爸爸还活着。沈宇一时愣住，刚要像往常一样替我擦眼泪，苏梦就拉着他的袖子哭了起来。沈宇，是我不该为难大家，我自己一个人也可以，你听班长的话先走吧。那怎么行？苏梦倔强摇头，我家就在学校后面，小猫跑不远，肯定赶得上开船时间，我不想拖累大家。那是在常规情况下，可这是末世，政府今早发出红色警报，预测特大洪峰即将到来，水位会淹没5层楼，紧急转移下，晚一步都可能会死。上一世我担心学校外会有危险，想到自己换来惨死的结局。见苏梦逞强，沈宇心疼极了，转头怒视我：林夏，那是小梦妈妈留给她的猫，你妈早就死了，自然不会懂这种母女情。可其他同学不会像你一样冷血。我攥紧拳头，心一阵钝痛。我家是单亲家庭，上学后就因为没有妈妈，经常被同学们欺负，委屈了只会躲在学校天台偷偷哭。可沈宇总会找来，心疼的把我抱进怀里。以后我妈就是你妈，谁再欺负你，我就帮你打跑他们。我以为青梅竹马的我们会迎来幸福美好的结局。听了沈宇的话，同学们看我的眼神瞬间变了，原来是个没妈的野种。也是，就老古板那穷酸样，哪个女人会要？平时为他们批改作业，饭都顾不上吃。上一世，他宁愿放弃自己上救生艇的机会，也要让同学们活下去。想到全班将我和爸爸害死的丑恶嘴脸，我狠下了心。你们要去就自己去。我拿上自己的救生衣，头也不回地走。沈宇一把攥住了我的手腕，质问：你去哪儿？外面不安全，我们先分组。原来他也知道外面不安全，那他还敢带着全班在特大洪峰爆发前去找猫？我冷笑，甩开他的手。你们想为了一只猫玩命，就自己去，我不奉陪。沈宇挡住我的去路，眉头紧皱，不行。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你身为班长怎么能一个人当逃兵？班长，别拖时间了。一个男生冲上来，一把抢走了我手上的救生衣。你不就是嫉妒宇哥对班花好吗？你求我，我也可以宠你啊。没有救生衣，一旦落水根本撑不到救援。我急忙去抢，却被他举起来传给其他同学。班长急得像只炸毛的野猫喽，哈哈哈，他这样真的好像只野猫，他爸的跟屁虫呗。班长喵养生呀，班花的猫说不定自己就跑回来了。救生衣被他们扔来扔去，我气红了眼。沈宇皱眉，刚要开口制止，爸爸突然打来电话：夏，同学们怎么还没穿好救生衣？救生艇马上要开了，你快催催。沈宇快速抢走我的手机，我们马上就到。他转身将手机扔进了窗外湍急的泥水中。沈宇对上我的视线，他毫不在意。你平时就仗着你爸是班主任，经常告密，我只是以防万一，我从来没有告过密，一直都是苏梦为了讨好爸爸故意透露。可全班不会相信我，只会怪罪在我身上，不想和他纠缠。我推开他，准备下楼。走廊里积水已经没过了脚踝，冰冷的雨水不断顺着楼梯倒灌进来。沈宇脸色一变，挡在我身前，关上了楼梯间的门。但不少人仍然被那股冰冷的水汽冻得发抖，心下顿时有些不安。水怎么涨得这么快？班主任说船快开了，我们去找猫时间会不会不够？可更多的同学们只是不屑，就这点积水怕什么？老古板骗我们呢！我听笑了，都到末世了，他们还把自己想得这么重要。10分钟后，特大洪峰就会彻底冲垮堤坝，低楼层会被瞬间淹没。为了保住更多的人，救援队只能选择提前开船。
爸爸想救他们，也有心无力。重活一世的我也不会傻到提醒他们，现在冲到外边的集合地点还来得及。见我要走，苏梦忽然拨开人群，砰跪下来。苏梦跪在积水中看向我，我真的不知道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都怪我，是我不该让大家帮我找猫。班长，求你别告诉班主任，我不像你，我家穷，只有学习这一条路可以走。要是他以后再给我的卷子打低分，我不如死了算了。一个死字触动了沈宇的逆鳞，他扶起苏梦，转头狠狠攥住我的胳膊，手劲大得惊人。你爸还配做老师吗？太胡说！林夏，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平时的成绩都是怎么来的。上次你爸也是为了把竞赛的名额给你，故意给小梦的语文试卷打了不及格。话落，全班哗然。我就说班花那么努力，怎么可能考不过班长？老古板不会为了让班长得第一，给全班都打低分了吧？偷分贼啊！所有人相信了沈宇的话，我心里一阵发凉。苏梦的语文作文经常偏题，爸爸和他谈过几次，他永远固执己见，坚信我爸是因为我故意给他打低分。可沈宇明明知道苏梦平时在学校半天只做一道题，也知道我每天晚上都会复习到凌晨，却仍然为了护着他，几句话抹消了我的所有付出。我和我爸不是这种人，你们爱信不信。我推开他们，我看了一眼墙上的时间，我必须要赶紧走。刚要拿起地上的救生衣，苏梦却走了过来，哧啦一声，救生衣的充气囊在苏梦的手里被美工刀划开了一个大口子，这可是洪水中最保命的东西。我目眦尽裂。苏梦，你干什么？他瞬间红了眼。班长，我不是故意划破的，我把我的赔给你。苏梦递来他的救生衣，可等我接过，他却死死不松手。用力之下，他后退几步，跌倒在水里。班长，我已经道歉了，你为什么还要为难我？我知道，就算那是我妈留给我的猫，在你眼里也只是只畜生，根本比不上班长你找猫的半分钟。他的声音带着哭腔，仿佛受了天大的委屈。我强忍着怒火，当务之急是先去转移。下一秒，全班同学就抢过我的救生衣。班长，你有什么资格欺负班花？在我们眼里，你连他的猫都不如。他们一人一把剪刀，将救生衣彻底割烂成了碎布，还不够解气，甚至将我拖到水里，扯头发的扯头发，扇脸的扇脸。沈宇却将苏梦护在了身后。我终于忍不住了，苏梦的猫早就死了，他一直在骗你们。看着苏梦瞬间白了的脸，我心里止不住的痛快。苏梦的猫其实早就已经病死了，他故意拖着大家去找猫，只是为了证明全班对他的偏爱，却没想过这场暴雨真的会死人。你胡说八道什么？班花怎么可能撒谎？苏梦咬着唇，楚楚可怜。班长，你不帮我找猫就算了，为什么要诅咒他？他明明还活得好好的。昨天中午沈宇还陪我回家看了他，是不是啊？沈宇愣住，下意识看向我。昨天中午他因为弄湿我的复习资料，陪着我去打印院重新复印，怎么可能和苏梦在一起？我刚要揭穿苏梦，沈宇却错开了我的视线。林夏，你不该污蔑小梦。沈宇，我瞪大了眼，还想说什么，却被围上来的同学们捂住了嘴。他们拿出粗麻绳，班长不去找猫，就把他绑在教室。他在这儿，老古板就不敢抛下我们离开。不要！我惊恐万分，特大洪峰就快来了，我不要重蹈覆辙，活活淹死在泥水里的感觉太难受了。我不要！他们任由我求饶，将我死死捆在低楼层教室的铁窗栏杆上，我手脚都被磨出了血，也挣脱不开。见他们一个个穿上救生衣准备离开，我发了疯的嘶吼：林夏，别怕！沈宇难得过来安抚我，我们找到猫就立刻回来接你。沈宇，我会死的！我哭着求他，他却头也不回地离开。18年的青梅竹马，竟比不上苏梦的一只猫。窗外暴雨如注，水位急速上涨。没有救生衣的我，看着不断漫过膝盖的泥水，几乎喘不上气，视线开始模糊，濒死的绝望扑面而来。夏夏，一个熟悉的声音响起。爸爸从走廊的深水中涉水游了过来，一把将我身上的绳子解开。怎么会这样？是谁干的？其他同学呢？我一句话也说不出。爸爸脱下他身上唯一的一件救生衣，死死绑在我的身上，托举着我往外游。在他的保护下，我终于忍不住哭出了声。到了高层的救生艇集合地点，船上递来干毛巾。见我有所好转，爸爸转头就要下水。爸，救生衣根本抵挡不了特大洪峰，我得去找其他同学，带他们上船。我急忙起身，想要拉住他，却因为失温带来的后遗症，眼前一黑，晕了过去。沈宇和全班同学来到了苏梦家，翻遍了整个小区，也没看见猫的影子。班花，你的猫究竟在哪儿？我们都快找了15分钟了。面对同学们的质问，苏梦脸色煞白，只能心虚的随便指了个方向，那里我们已经找过了。苏梦，你的猫不会早就死了吧？苏梦被当众拆穿，顿时气哭了。她委屈地看向沈宇，企图寻求安慰，却第一次没有受到关注。沈宇紧紧皱着眉，浑浊的洪流夹杂着杂物，湍急的致命。一道惊雷闪过，他猛然打了个寒战，突然想起我还被他们用麻绳死死绑在低楼层教室的铁窗上。不行，我们马上回去。话落，所有人顾不上猫，立刻拼命往回游。苏梦气得不行，也只能狼狈跟着。沈宇率先涉水游回了教室，眼前的一幕却让他浑身发冷。特大洪水已彻底淹没了该楼层，水面上空空荡荡，没有看见我的身影。
只剩下被水流冲刷的冰冷栏杆。他心里猛地一咯噔，强烈的恐惧攥紧心脏，带着剩下的人在恐慌中游向高处。下一秒，他瞪大了眼睛，不敢相信自己看见了什么。我在救生艇颠簸的甲板上猛地惊醒，入目是吞噬了整座城市的滔天浊浪。隔着满是雨水的窗户，我正对上不远处在泥水中沉浮的沈宇。他死死盯着窗内的我，满脸都是不敢置信的震惊与绝望。本该被绑在低楼层淹死的我，竟安然无恙地坐在了唯一的救生艇上。黑压压的暴雨像瀑布一样砸在玻璃上。我爸呢？我死死抓住救援队员的袖子。我环顾四周，心脏猛地一缩。我爸呢？大叔红了眼眶。林老师把你送上来后，看那群学生没跟上，抢了件破救生衣，又跳进洪流里去救人了。水太急，他没上来。我眼前一黑，撕心裂肺的痛楚瞬间将我淹没。爸爸，那个为了白眼狼付出一切的傻爸爸。就在这时，救生艇外传来微弱的呼救声。我扑到窗边，只见不远处一栋半淹没的楼顶上，沈宇和苏梦带着10几个残存的同学，正狼狈地在泥水中朝我们挥手。船长，那边有人，我们开回去吧。有人提议。我死死抓住船长的手臂，双眼猩红。不能去，特大洪峰马上就到，现在掉头，全船人都会死。我冷冷地隔着防弹玻璃，看着沈宇在风雨中绝望、愤怒的脸。去死吧！这一次，我绝不会再让任何人为了你们这群垃圾去送命。救生艇在狂风骤雨中颠簸了3个小时，终于抵达了建在半山腰的官方避难所。我站在避难所的落地窗前，看着下方水位以每天肉眼可见的恐怖速度疯狂上涨，心底只有刺骨的寒意。我强忍着失去爸爸的悲痛，狠狠咬破了嘴唇，让自己保持清醒。现在还不是哭的时候，末世才刚刚开始。我知道底层的通铺很快就会沦为人间地狱。我毫不犹豫地摘下脖子上的金项链，加上身上所有的现金，买通了物资管理员，换取了最高层的一个独立小单间。趁着小卖部还没有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我用剩下的钱疯狂扫荡：2箱高热量压缩饼干，5大盒净水片，几盒抗生素，还有几盒自热火锅。当我把这些东西艰难地搬进单间，反锁上那扇厚重的铁门时，外面的走廊已经涌入大量浑身湿透的难民。锁好你的门，收起你那廉价的善心。3天了，暴雨没有丝毫停歇的迹象。避难所的警报声突然响起，我走到走廊尽头的通风口往下看，一艘破烂不堪的搜救船艰难地靠了岸。我眯起眼睛，冷冷地看着甲板上的人，10几个像水鬼一样的人连滚带爬地上了岸，浑身裹满了腥臭的淤泥和垃圾。走在最前面的正是沈宇和苏梦，有个男生灭了一条胳膊，正躺在担架上哀嚎，还有几个女生吓得精神失常，不停地尖叫。苏梦冷得浑身发紫，死死缩在沈宇怀里。沈宇满脸胡茬，眼神里透着劫后余生的惊恐和麻木。我居高临下地俯视着他们，嘴角勾起一抹讥讽的冷笑。这群自诩高贵的白眼狼，终于也尝到了在泥水里挣扎求生的滋味。这还只是个开始。难民营的物资发放点，我穿着干净干爽的冲锋衣。临下！一声不可置信的怒吼从背后传来。我回过头，沈宇像头饿狼一样冲了过来，死死盯着我手里干净的面包，眼睛熬得通红。你为什么在船上不让船员等我们？他伸手就要来抓我的衣领。我反手就是一个醒亮的耳光，用尽了全身的力气，直接把虚弱的他扇得一个踉跄，摔在泥水里。你算什么东西，也配来质问我？我居高临下的看着他，是你们自己非要为了一只猫去送死，拦都拦不住。苏梦哭着扑上来扶沈宇，班长，你怎么能打人？我的猫丢了，我也很难过啊。难过？我冷笑一声，目光刀子一样扫过周围的同学。苏梦，你那只猫上个月就得猫瘟死了，尸体还是你亲手扔进垃圾桶的，你敢对天发誓？你那天是去找活猫的吗？周围的空气仿佛瞬间凝固了，幸存的同学猛地转过头，死死盯着苏梦，眼神里满是不可置信和逐渐升腾的暴怒。班长说的是真的？你为了证明宇哥多宠你，拿全班的命去给一只死猫陪葬？苏梦脸色煞白，疯狂摇头后退。不是的，我不知道雨会下这么大，我操你妈！一个家属率先崩溃，抓起地上的泥巴就朝苏梦脸上砸去，紧接着所有的愤怒像火山一样爆发了。残存的同学们红着眼扑了上去，扯头发，扇耳光，用脚踹。还我兄弟的命！你这个贱人，你去死！脸被揍得鼻青脸肿，鲜血混着泥水流了一地。我站在安全门后，冷漠地看着这场闹剧，没有一丝同情，只有深深的痛快。转身，我毫不留恋地关上了铁门。进入避难所的第5天，全市彻底停水停电，窗外的天空黑得像锅底，暴雨砸在玻璃上，避难所的物资彻底告急，只能领到半块发霉的黑面包和浑浊的雨水。走廊里，饿肚子引发的哀嚎和斗殴声此起彼伏。而在我的单间里，我点亮了蓄电池台灯，撕开了一盒麻辣牛肉自热火锅，随着冷水倒入加热包，浓郁的红油香气伴随着白色的蒸汽在小房间里弥漫开来。我夹起一片肥牛送进嘴里，又辣又烫的口感瞬间驱散了末世带来的阴冷。我喝了一口纯净水，舒服地叹了口气。门外偶尔传来沉重的脚步声和绝望的哭泣，有人在疯狂地砸着别人房间的门乞讨。我慢条斯理地吃着火锅，连一滴汤汁都没放过。在这个道德崩坏的暴雨末世，
同情心是最廉价的催命符，我囤积的每一口食物都是我活下去的资本。底层的生存环境越来越恶劣，苏梦终于受不了了。我无意间撞见他正拉着避难所物资管理员的手臂，衣衫半解，哭得梨花带雨，试图用身体换取2包饼干。管理员是个脑满肠肥的油腻男，看着苏梦的眼神满是贪婪。我冷笑一声，转身回到医务室附近的垃圾桶，翻出了昨天医生随手丢弃的一份废弃体检报告。那是苏梦的，她在脏水里泡了太久，大腿内侧感染了高度传染性的不明水疹。我趁着夜色，将报告连同一张字条塞进了管理员办公室的门缝。第二天清晨，难民营里爆发出杀猪般的惨叫，管理员一脚将衣衫不整的苏梦踹出了物资处，拿着大喇叭全去通报，这个贱女人带着传染病，来人，把她扔到隔离区去。苏梦在众目睽睽之下被2个大汉像拖死狗一样拖走，哭喊声在暴雨中格外凄厉。隔离区就是等死的地方。苏梦当晚就发起了高烧，水疹溃烂，散发着恶臭。深夜，我的铁门被敲得震天响。林夏，我知道你手里有退烧药和抗生素，求求你救济小梦。我打开门缝上的观察窗，看着这个曾经骄傲的竹马，他浑身湿透，满脸污垢，见我露面，竟然扑通一声跪在了冰冷的水泥地上，疯狂磕头。夏夏，看在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的份上，只要你给他药，我以后给你当牛做马。我端着一个塑料盆，面无表情地打开了门缝。沈宇眼里爆发出狂喜的光芒，刚要伸手，哗啦，我将盆里滚烫的洗脚水毫不留情地泼在了他的脸上和身上。啊！沈宇被烫得惨叫倒地，捂着脸痛苦翻滚。清醒点了吗？我居高临下地看着他，眼神冰冷如刀。这杯水是你欠我爸的，至于药，我宁愿倒进马桶里听得响，也不会给你们这群畜生吃一颗。暴雨带来的不仅是洪水，还有致命的瘟疫。避难所底层终于爆发了可怕的肠胃疫病，上吐下泻，高烧脱水，大厅里就躺满了奄奄一息的人，这里彻底变成了人间炼狱。官方的医疗资源早就枯竭了，医生们穿着防护服，只能无奈地看着生命流逝。而我安静地坐在最高层的单间里，看着窗外的倾盆大雨。我提前用重金购买的军用净水器在角落里安静地工作着，桌上摆着充足的抗生素和维生素片。我没有生病，脸色比末世前还要红润。走廊外传来拖拽尸体的声音，沉闷而压抑。我闭上眼睛，脑海中浮现出上一世被他们推入洪流中活活淹死的窒息感。老天有眼，因果轮回，他们现在承受的痛苦不及我上一世经历的1/1000。这末世的雨洗不清他们身上的罪孽。疫病彻底失控，避难所高层下达了残酷的指令，全面抛弃感染者，将他们驱逐出避难所，任由其在洪水中自生自灭。我入侵了底层的监控系统，冷眼注视着屏幕上的众生相，画面切换到隔离区，守卫正拿着防暴棍驱赶病患。苏梦缩在角落里，烧得神志不清，但求生的本能让他死死扒住门框，不肯松手。他的同桌，那个曾经为了帮他找猫被砸断腿的女生，小梦，拉我一把。守卫不耐烦地走过来，准备将2人一起拖走。就在这时，令人作呕的一幕发生了。苏梦突然爆发出惊人的力气，反而狠狠一脚踹在同桌的胸口上，他将同桌推下了泥泞湿滑的楼梯。他病得重，抓他！我已经退烧了，别赶我走。看着同桌滚下楼梯，生死不知，我对着屏幕冷笑出声。这就是沈宇拼死要护着的白月光，真是一出好戏。避难所的阶级平衡终于在饥饿中彻底崩塌，底层难民暴动了，密密麻麻的人群像疯狗一样砸开铁门，拿着生锈的铁管和菜刀冲向高层抢夺物资。我知道这里已经不安全了，官方的守卫根本拦不住这群饿红了眼的暴徒。我没有丝毫慌乱，从容地从床底拖出早就准备好的防水恒温服，背上装满高热量食物、净水片和急救药品的防水背包。听着走廊外越来越近的打杂声和惨叫声，我冷笑一声，踩着桌子卸下天花板上的通风口百叶窗。上一世我像个圣母一样护着全班，最后被活活淹死。这一世我只管自己活命，我像一只幽灵般钻进狭窄的通风管道，顺着错综复杂的管网向外爬去。身后是我那扇被暴徒用大锤疯狂砸击的铁门，等他们费尽心机破门而入，只会看到一个空荡荡的房间。再见了，这群在泥水里挣扎的蛆虫。爬到2楼通风口时，下方大厅的惨状让我停下了动作。暴乱中，沈宇被几个难民推倒在地，他曾经引以为傲的运动健将体格在极度饥饿下不堪一击，他的右腿被一个壮汉狠狠踩断，发出一声杀猪般的惨叫。而他拼死护在怀里的苏梦呢？他不仅没有拉沈宇一把，反而趁乱一把抢过沈宇死死捂在怀里的最后半瓶脏水。沈宇不可置信地瞪大了眼睛，疼得满脸冷汗。小梦，你干什么？他熟练地挤出一个谄媚的笑容，扭头就扑进了一个刀疤脸恶霸怀里。大哥，带我走，我什么都听你的。看着沈宇在泥水里绝望地伸出手，我差点在通风管道里笑出声来。这可是你豁出命也要护着的白月光啊！沈宇顺着管道，我成功溜出了避难所，来到了由废弃高架桥改建的水上黑市。我用1盒抗生素换下了一艘军用皮划艇，余光扫过黑伤的摊位，心脏猛地一缩。那是一块表带磨损严重的防水手表。我发疯般冲过去，一把抓起手表，表盘背面刻着“赠爱妻”3个字。这是我妈留给我爸的遗物，
他从不离身。这表你从哪弄来的？黑商被我满身的戾气吓了一跳，结结巴巴地说：“从北边被淹的商业中心捞来的，那边有个水下矿区，里面有不少活人当苦力，爸爸可能还活着。”这个念头如同一道闪电，我死死攥住手表。爸，等我！我全副武装，将皮划艇推入茫茫汪洋，冰冷的雨水像鞭子一样抽打在我的防水服上。天空永远是压抑的铅灰色，只剩下几座摩天大楼的玻璃塔尖孤零零地露出水面，水面上漂浮着无数难以名状的垃圾，偶尔还有肿胀的尸体随着波浪翻滚。我死死握住船桨，避开水下的暗礁和废弃车辆。孤独、寒冷、恐惧，这是末世水城最真实的写照。但我没有退缩，只要一想到爸爸可能正在某个阴暗潮湿的角落里受苦，我的双臂就充满了力量。我凭借着上一世对城市地形的记忆，在钢筋水泥的丛林中艰难穿梭。这场特大暴雨彻底重塑了世界的规则，曾经的法律与道德早已被洪水冲刷得一干二净。在这里，只有活着才是唯一的真理。航行到第二天傍晚，麻烦找上门了。一艘由破木板和汽油桶拼凑的快艇盯上了我，船上站着3个面目可憎的男人，手里挥舞着铁棍和鱼叉。小丫头，把船和包留下，大爷们赏你个全尸。领头的刀疤男狞笑着，猛打方向舵，试图仗着船大直接撞翻我的皮划艇。但我只是冷冷地看着他们靠近，单手从防水布下抽出了一把自制的金刚连弩，上膛，瞄准，扣动扳机，一气呵成。嗖！一支锋利的弩箭带着破空声，毫不手软地补上2箭。随后，我将皮划艇靠过去，熟练地搜刮了他们的物资和2桶宝贵的燃油。末世不杀人，人必杀我。第3天，暴雨升级成了恐怖的雷暴，狂风卷起数米高的巨浪，我被迫躲进了一栋半淹没的写字楼里避险。皮划艇被拴在17楼的楼梯扶手上，我的食物消耗的差不多了，必须补充。我戴上潜水镜，咬着防水手电筒，深吸一口气，潜入被淹没的16楼。浑浊的水下能见度极低，我摸索着撬开储物柜，找到了几罐午餐肉。就在我准备上浮时，水流突然剧烈涌动，手电筒的光束扫过，几只体型如猫般大小、双眼猩红的巨型水鼠正露出尖锐的獠牙朝我游来。我猛地拔出腰间的潜水刀，在水中一个灵活的翻滚，躲过了第一只水鼠的扑咬，爬上皮划艇。我终于抵达了商业中心附近的水上浮岛营地，这里有几十艘废弃游轮和驳船用铁索连成一片。为了避免麻烦，我剪短了头发，脸上抹满厚厚的机油和黑灰，伪装成一个干瘪的哑巴男孩。营地里充斥着令人作呕的汗臭和劣质烟草味，人们用麻木而贪婪的眼神互相打量。我用2根从劫匪那里搜刮来的香烟作为敲门砖，在黑市情报贩子那里打探消息。我用木炭在纸上画出爸爸的手表，又比划了一个中年男人的模样。哦，你说这个啊？情报贩子吐出一口烟圈，眼神闪烁。这表是水老虎的战利品，他专门抓强壮的男人去地下的水下矿区采抽水机、发电机。你找的人估计早就累死在水里了。我死死咬住牙，强忍着杀人的冲动，将目光投向了营地中央那艘最豪华的游艇。营地头目水老虎盯上了我那艘坚固的皮划艇。当晚，他假意招揽我，递给我一杯浑浊的净水。我装作感恩戴德的接过，却在低头的瞬间将水倒进了袖口里的海绵。见我喝下水后倒在桌上，水老虎狞笑着走过来，手里拿着绳子，准备将我绑去卖钱。一个小哑巴也配用这么好的船？他刚弯下腰，我猛地睁开眼，手中的潜水刀如同毒蛇吐信，精准地捅进了他的心脏。他捂着胸口，瞪大眼睛，连呼救都没来得及发出，就倒在了血泊中。我冷酷地跨过他的尸体，开始翻箱倒柜。终于，在保险箱的底层，我找到了一本沾满水渍的账本，上面密密麻麻地记录着被抓去当苦力的名单。我的手指颤抖着划过一排排名字，终于在最新的一页看到了那3个字：林建国。地点：大润发地下2层超市。爸爸，你一定要撑住！我趁着夜色摸到了大润发超市的入口，这里被用几台大型抽水机强行抽空了积水，维持着一个半淹没的地下空间。我像一只灵巧的猫，悄无声息地扭断了2个守卫的脖子，潜入了地下2层的仓库。里面的景象让我瞬间红了眼眶。几十个骨瘦如柴的男人被铁链拴在自制的脚踏发电机上，半截身子泡在冰冷刺骨的脏水里，机械地踩动着踏板。监工拿着带刺的皮鞭，无情地抽打着动作慢的人。在最角落的位置，我看到了那个熟悉的身影。爸爸满头白发，原本挺拔的脊背如今佝偻着，身上布满了鞭痕和溃烂的水泡，但他依然死死咬着牙，没有倒下。爸！我再也忍不住，颤抖着喊出了声。那个在泥水里挣扎的男人浑身一震，难以置信地抬起头，浑浊的眼睛里瞬间涌出了泪水。谁在那儿？我的声音惊动了监工，他立刻举起土制猎枪瞄准过来。我眼中闪过一丝狠厉，反手掏出水下炸药，直接贴在了超市薄弱的承重墙上，点燃引线。我如离弦之箭般冲向爸爸，一刀劈断了他脚上的铁链。夏夏，真的是你！爸爸紧紧抱住我。爸，闭气！我大吼一声。下一秒，轰的一声巨响，滔天的洪水如同猛兽般倒灌进来，
监工们惨叫着被洪流卷走，我死死拉住爸爸，借着水流的冲击力向上游去。我夺下了一艘无动力救生艇，将虚弱的爸爸推了上去。看着身后彻底被洪水吞噬的魔窟，我握紧船桨，带着我在这末世唯一的亲人破浪而去。救生艇在暴雨如注的黑夜中狂飙，身后是被洪水彻底吞噬的地下矿区。我把操纵杆推到极限，才将船停在一处露出水面的高架桥顶端。我终于看清了爸爸现在的模样，他瘦的只剩下一把骨头。曾经笔挺的脊背，如今佝偻着，是他身上密密麻麻的鞭伤和被脏水泡烂的冻疮。夏夏，别哭，爸没事，却又怕弄脏我的脸，尴尬地悬在半空。我一把抓住他的手，死死贴在脸上。爸，那群畜生把你害成这样，你后悔吗？爸爸沉默了很久，看着窗外翻滚的浊浪，眼神中那份属于老教师的仁慈彻底熄灭了。他反握住我的手，爸死过一次了，从今往后，爸只护着你一个人，别人是死是活，与我们父女无关。我们在冰冷的暴雨中紧紧拥抱，这一刻，我发誓，这辈子绝不再发任何善心。我们就必须找到一个绝对安全的庇护所。官方避难所已经沦陷，水上营地全是暴土，低海拔地区随时会被洪峰吞没。凭借上一世在末世苟延残喘的记忆，我将目标锁定在了郊外。爸，我们去西山。我指着防水地图上的一处标高，那里有一座未完工的军事通讯塔。那座塔建在半山腰的绝壁上，地势极高，它的墙体全是半米厚的钢筋混凝土。我们在狂风暴雨中航行了一整天，躲过了无数水下暗流和漂浮的建筑残骸，终于在傍晚时分抵达了西山。仰头望去，那座灰色的混凝土高塔像一柄利剑，直插云霄，厚重的防爆铁门紧闭着，周围没有半点人烟。就是这里了。我摸着冰冷的墙壁，悬着的心终于落回了肚子里。从今天起，这里就是我们在末世的家。接下来的半个月，我们开始了漫长而疯狂的堡垒改造计划。白天，我和爸爸穿着防水恒温服，驾驶救生艇穿梭在半淹没的城市废墟中。我们像不知疲倦的蚂蚁，疯狂搜集一切可用的物资。在被淹没的建材市场，我们潜入水下捞出了成批的防弹玻璃。在废弃的新能源车厂，我们拆下了10几组大容量蓄电池。在五金店，我们搬空了所有的电焊机、铁丝网和高压水泵。晚上，我们回到高塔，反锁上防爆门，开始叮叮当当的加固防御工事。他将防弹玻璃焊死在所有的通风口和瞭望窗上，在塔顶铺满了太阳能板，在塔底的水池里改装了一套微型水力发电机。听着发电机发出低沉的轰鸣，看着塔内亮起温暖的黄色灯光，我啃着压缩饼干，心里却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踏实。暴雨再大，也砸不穿这层厚厚的钢筋铁骨。末世的灾难永远比想象中来得更快。入住高塔的第20天，特大暴雨终于引发了毁灭性的地质灾害。我们在塔内的军用收音机里听到了官方断断续续的广播，警告：东区避难所遭遇特大泥石流，山体滑坡，防线已全面崩溃。我站在瞭望窗前，用高倍望远镜看向城市方向。原本建在半山腰的官方避难所，此刻已经被滚滚泥石流彻底夷为平地。浑浊的泥浆夹杂着树木和建筑残骸，像一条狂暴的黄龙冲入洪水中。那里正是沈宇和苏梦所在的难民营。活该！无数失去庇护所的难民开始疯狂逃亡。水面上密密麻麻地漂浮着自制的木筏、塑料盆，甚至充气床垫，它们像一群绝望的蝗虫，而我们所在的西山正是他们逃亡的必经之路。外面的世界沦为泥沼地狱，而我们的高塔却迎来了第一次丰收。我们种下的速生青菜终于长出了翠绿的嫩叶。今晚是庆祝日，我架起卡式炉，烧开了一锅红油锅底。爸爸小心翼翼地剪下一把新鲜的生菜，洗净后下入翻滚的红汤中，空气中弥漫着久违的牛油火锅香气。旁边还开了一瓶冰镇的可乐。夏夏，多吃点，看你最近累的。爸爸笑着往我碗里夹菜，眼角的皱纹里满是温情。我咬着脆生生的蔬菜，眼眶微热。窗外是黑压压的暴雨和无尽的洪水，狂风撕扯着树木，发出鬼哭狼嚎的声音。窗内是温暖的灯光、沸腾的火锅和相依为命的亲人。我端起可乐和爸爸碰了碰杯，这才是人过的日子。至于外面那些在泥水里挣扎的蝼蚁，与我何干？难民潮还是涌入了西山，山脚下原本露出水面的空地上，挤满了密密麻麻的帐篷和破木筏。我提前在半山腰必经的几条小路上安装了隐蔽的高清摄像头。这天下午，我正坐在监控屏幕前喝热茶，画面里突然闯入2个熟悉的让人作呕的身影，是沈宇和苏梦。他们竟然在泥石流中活下来了，只不过现在的他们比丧家之犬还要凄惨。沈宇的右腿显然没有得到医治，已经严重变形，只能拄着一根破树枝在泥地里艰难跋涉。苏梦头发打结，满脸污泥，身上裹着一件散发着恶臭的破雨衣。他们混在难民堆里，为了抢夺半个发霉的红薯，被几个壮汉按在泥水里拳打脚踢。沈宇像条狗一样护着苏梦，被打得连连吐血。我放大画面，看着他们那副生不如死的惨状，嘴角忍不住疯狂上扬。难民们很快发现了半山腰上这座固若金汤的通讯塔，上百个饿红了眼的难民拿着撬棍、生锈的菜刀，浩浩荡荡地朝高塔涌来。里面的人听着，把门打开，交出粮食，饶你们不死。爸爸紧张地握住了手里的防爆钢叉，我拍了拍他的肩膀，示意他安心。我走到控制台前，打开了外部扩音器，滚出我的警戒线。
否则后果自负。人群爆发出一阵哄笑，甚至有人开始用石头砸门。我眼神一冷，毫不犹豫地按下了红色的防卫按钮。隐藏在围墙外围的通电铁丝网瞬间爆发出幽蓝的电火花，冲在最前面的10几个人瞬间被高压电击中，浑身抽搐着倒在泥水里。塔顶的高压水枪喷射出强劲水柱，将后面的人群冲得人仰马翻。这群乌合之众就滚回了山脚下。第二天清晨，监控里出现了一个孤零零的身影，沈宇拖着那条残废的腿，一步一挪地爬到了高塔的铁丝网外。他仰起头，死死盯着瞭望窗后的人影，突然跪在了满是泥泞的积水里。林老师，夏夏，我知道是你们。他一边哭一边疯狂地在泥水里磕头，额头砸在石头上，鲜血混着雨水流下。我冷眼看着屏幕，转头看向爸爸。爸爸站在监控前，看着那个曾经被他视为骄傲的得意门生，看着那个亲手将他推入深渊的白眼狼。他没有说话，只是默默地走上前，将瞭望窗的厚重防弹窗帘彻底拉上。这一声斩断了最后一丝师生情谊。在这个塔里，只有幸存者，没有圣母。沈宇的苦肉计失败后，苏梦终于按捺不住了。这个女人就像末世里的毒蛇，永远知道怎么利用自己的优势。通过监控，我看到她当晚就钻进了一个男人的帐篷。那个刀疤男是这群难民里的一霸。第二天一早，苏梦就挽着刀疤男的胳膊，在难民营里大肆煽风点火。他们就只有一老一小，是个绝户。凭什么我们要在外面淋雨等死？只要攻破那扇门，里面的物资大家平分。他们不敢杀人的。难民们眼底的恐惧再次被贪婪取代。刀疤男朝天开了一枪，怒吼着整合了暴徒。他们砍伐树木做成简易的工程锤，用铁皮做成盾牌，眼中闪烁着疯狂的杀意。我看着监控里浩浩荡荡的武装队伍，冷笑着给连弩上满了淬毒的弩箭。来吧，正好闲日子太无聊了。暴雨如注，武装难民们踩着泥泞。刀疤男躲在铁皮盾牌后，嚣张地指挥着手下。苏梦躲在最后面，眼里闪烁着恶毒光芒。走在最前面的几个暴徒刚踏入警戒线，剧烈的爆炸声被暴雨掩盖了部分，断肢伴随着泥水漫天飞舞。我站在塔顶的射击孔后，端起重型狙击弩，一支金刚弩箭穿透雨幕。有埋伏，他们有重武器。暴徒们像无头苍蝇一样四处逃窜，却掉进我挖好的布满尖刺的陷阱里。凄厉的惨叫声在山谷中回荡。我在高塔之上，宛如收割生命的死神。眼看手下死伤惨重，刀疤男终于慌了神。他举着那面破铁皮盾牌，弓着腰试图往后退。现在想走，晚了。我冷笑一声，将重型狙击弩的10字准星死死套在他的右腿上，深吸一口气，扣动扳机。啊！我的腿！刀疤男爆发出杀猪般的惨叫，庞大的身躯轰然倒在泥水里，手里的土猎枪也甩飞了出去。主心骨一倒，剩下的暴徒彻底崩溃，丢盔弃甲的连滚带爬往山下逃。我通过高倍瞄准镜看到了极其讽刺的一幕，一直躲在后面的苏梦见刀疤男倒下，一脚将试图抓他脚踝求救的刀疤男踢开，像条滑溜的泥鳅一样扎进浑浊的洪水中，拼命朝着远处的废墟游去。我放下弩，没有继续追杀，让他在绝望中多活几天，才是对他最好的惩罚。击退暴徒的第3天，末世的天气再次展现出他喜怒无常的恐怖一面。原本倾盆的暴雨毫无征兆地停了，天空中那层压抑了几个月的铅灰色乌云开始剧烈翻滚，一块拳头大小的冰雹狠狠砸在防弹玻璃上，发出一声闷响。紧接着，漫天的冰雹如同机关枪扫射般倾泻而下，不到半个小时，冰雹变成了鹅毛大雪，气温直接从10度骤降到了零下30度。我站在瞭望窗前，眼睁睁看着外面翻滚的滔天洪水，表面开始迅速结出一层白霜，水流的速度越来越慢，最终在一夜之间，整个原本汪洋一片的城市废墟被彻底冻结成了一望无际的冰川。漫长的暴雨期结束了，但末世并没有放过人类。更加残酷、更加考验人性的极寒时代，在一片死寂中悄然降临。极寒降临得太快，快到外面那些难民根本来不及做任何准备。高塔外，气温已经逼近零下40度，呼啸的暴风雪像刀子一样刮过冰面。而高塔内，我和爸爸穿着轻便的羊绒衫，坐在壁炉前，炉火烧得正旺，发出噼啪的白噪音。我手里端着一杯刚冲好的热可可，浓郁的巧克力香气在温暖的空气中弥漫。我抬头看向墙上的监控屏幕，山脚下的难民营已经彻底变成了人间地狱。那些用破木板和塑料布搭起来的帐篷根本挡不住极寒。屏幕里，无数衣衫褴褛的人挤在一起，试图取暖，但很快就没了动静。第二天清晨，监控画面里只剩下了一座座保持着蜷缩姿势的冰雕，他们脸上甚至还保留着死前极度痛苦和绝望的表情。爸爸叹了口气，转过头不再去看。我面无表情地喝了一口热可可，同情心在零下40度的末世里，连1秒钟都活不下去。沈宇和苏梦居然奇迹般地活了下来。他们躲在一个被冻住的集装箱缝隙里，靠着互相依偎，但极度的寒冷和饥饿终于彻底撕碎了这对苦命鸳鸯的最后一丝伪装。监控画面里，沈宇在冰面上扒下了一具冻僵尸体上的破棉军大衣，他刚准备套在自己身上，苏梦就如同疯狗一样扑了上去，死死拽住大衣的另一头。给我穿，我是女人，我快冻死了。苏梦尖叫着，
枯瘦的手指死死抠进沈宇的肉里。滚开！你这个贱人！要不是你，我怎么会落到这个地步？两人在光滑的冰面上疯狂扭打撕咬，就像两头毫无理智的野兽。就在沈宇将苏梦按在地上，准备强行抢走衣服时，苏梦突然从怀里摸出一根生锈的发簪。我知道彻底清算的时候到了。我穿上顶级的极寒防护服，戴上防风护目镜，背上那把重型连弩。我走到厨房，从冰箱里拿出一块之前熬汤剩下的巨大的牛大骨，骨头上还带着不少肉丝，散发着诱人的肉香。我打开厚重的防爆门，刺骨的寒风瞬间扑面而来。踩着防滑靴，我一步步走下高塔，来到了冰面上。听到脚步声，沈宇和苏梦同时抬起头。当他们看到全副武装、衣着干净的，仿佛在滑雪度假的我时，眼里满是震惊、嫉妒和极度的渴望。我走到离他们10米远的地方停下，居高临下的看着这两个趴在冰面上如同蝼蚁般的仇人。饿吗？我冷冷地开口，随后像喂狗一样将那块带着肉香的牛骨头精准地扔到了他们两人正中间的冰面上。沈宇仅剩的一只独眼瞬间爆发出饿狼般的光芒，他甚至顾不上眼睛的剧痛，连滚带爬地朝骨头扑去。然而苏梦离得更近，他一把抓起骨头，张开满是冻疮的嘴就要啃。给我！沈宇彻底疯了，他猛地扑倒苏梦，双手如同铁钳一般死死掐住了他的脖子。苏梦拼命挣扎，用发簪乱刺。他们旁边正好是一个之前为了取水砸开的冰窟窿。沈宇红着眼，将苏梦的头一点点狠狠地按进了刺骨的冰水里。苏梦的眼睛瞪得老大，四肢在冰面上绝望地扑腾，冰水灌进他的肺里，带走他最后一丝体温。曾经那个柔弱娇滴滴的班花，那个上一世让我全班为了一只猫去送死的白月光，就这样被他最爱的竹马活活淹死在了一个肮脏的冰窟窿里。因果轮回，报应不爽。苏梦的尸体彻底僵硬，像一块破布一样卡在冰窟窿的边缘。沈宇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双手沾满了苏梦的鲜血和冰水。他颤抖着捡起那块掉在冰面上的牛骨头，张开嘴疯狂地撕咬着上面的肉丝，咀嚼声在死寂的冰原上显得格外刺耳。他甚至贪婪地吸吮着骨髓，直到把整块骨头舔得干干净净，他才抬起头，用仅剩的那只独眼看着我。那张被冻得青紫、满是血污的脸上，竟然挤出了一个令人作呕的讨好惨笑。夏夏，我把他杀死了，那个害死大家的罪魁祸首死了，你满意了吗？能不能收留我？我看着他这副卑微到极点的模样，突然觉得无比可悲。我缓缓摘下护目镜，看着他的眼睛，一字一句的冷冷说道：沈宇，肉好吃吗？忘了告诉你，那块骨头是我用高浓度毒鼠强泡了3天3夜的。沈宇脸上的惨笑瞬间僵住了，他的瞳孔猛地收缩，不敢置信地看着我，又看了看自己满是油污的手。你骗我！他颤抖着往后退，他的脸色突然变得惨白，猛地喷出一大口黑血，捂着肚子痛苦地倒在冰面上翻滚起来。啊！救命！好痛！救救我！零下指甲在坚硬的冰面上疯狂抓挠，留下一道道血痕。他痛苦翻滚，滚到了冰层边缘的一处巨大裂缝旁。随着一声清脆的冰裂声，沈宇身下的冰面彻底塌陷，他甚至来不及呼救，就直直地坠入了黑暗冰水中。冰冷的江水瞬间吞没了他。我站在原地，看着那个冰窟窿逐渐被重新冻结，风雪依旧在呼啸，但我的心里却出奇的平静。苏梦死了，沈宇死了，那些冷眼旁观的同学们也全都变成了这座冰川下的亡魂。我转过身，迎着刺骨的寒风，一步步走回高塔。厚重的防爆门在我身后缓缓关上，将所有的杀戮、背叛和冰冷彻底隔绝在外。脱下沾满风雪的防护服，我走到壁炉前，爸爸正坐在摇椅上，借着火光翻看着一本旧书。看到我回来，他放下书，递给我一杯冒着热气的红茶。都处理干净了？他轻声问。都结束了。我接过茶杯，感受着掌心传来的温度，积压在心底的戾气和怨恨在这一刻终于彻底消散。从今天起，我只为自己和爸爸而活。残酷的极寒时代整整持续了3个月，温室里的蔬菜换了一茬又一茬，我们甚至还在地下室弄了个小型的室内靶场，每天练习射击打发时间。直到极寒的第90天，平静被打破了。那天深夜，摆在控制台上的那台军用老式无线电接收器突然发出了滋啦滋啦的电流声。我猛地从床上坐起，几步跨到控制台前，戴上耳机。在一阵嘈杂的静电干扰后，一个微弱但极其清晰的男声从耳机里传了出来，呼叫：这里是国家第1重建基地。我摘下耳机，和闻声赶来的爸爸对视了一眼。在这个绝望的末世里，我们终于等到了人类文明反击的曙光。无线电里传来的不仅是救援的曙光，还有新的危机。广播里的声音透着疲惫与凝重，警告所有幸存者，由于气温回升，冰层变薄，水下的变异生物已开始破冰觅食，请务必远离冰面。我关掉收音机，眉头紧锁，上一世的记忆如潮水般涌来。我知道那些东西有多可怕，被重度污染的水源催生出的巨型水鼠，长着坚硬鳞片的变异鲶鱼，它们饿了一个冬天，现在比任何野兽都要疯狂。我不能坐视不管。不是我圣母心发作，而是如果官方重建基地被这些怪物摧毁，
我和爸爸也无法在这个满目疮痍的世界里独善其身。我坐回书桌前，拧开台灯，翻开一本厚厚的防水笔记。凭借着上一世在尸山血海里摸爬滚打的经验，我开始奋笔疾书。变异鲶鱼的弱点在鳃部下方的软肉，巨型水鼠害怕特定频率的超声波。我将这些用鲜血换来的情报整理成了一份详尽的变异生物弱点与应对指南。指南写好了，但怎么送出去是个问题。接下来的3天，我和爸爸待在高塔底层的车库里，对那辆之前搜集来的破旧雪地摩托进行了丧心病狂的改装。我们在履带上加装了破冰破甲的金刚倒刺，在车头焊上了防撞钢板，甚至在车身两侧加装了自制的连弩发射器。夏夏，千万小心！爸爸替我扣好极寒头盔，眼里满是担忧。我冲他比了个 OK 的手势，拧动油门，改装雪地摩托发出一声野兽般的咆哮，冲出了高塔，驶向茫茫冰原。我不仅要躲避冰面上随时可能塌陷的巨大裂缝，还要应对破冰而出的变异生物。在路过曾经的跨江大桥时，3条体型堪比小牛犊的变异鲶鱼试图伏击我。我冷静地按下发射按钮，连弩精准地射穿了他们的鳃部，在一片黑血中扬长而去。历经6个小时的狂飙，我终于在旧电视塔的废墟附近找到了官方侦察小队的迷彩帐篷。当侦察小队的士兵们举着枪将我团团包围时，我冷静地举起双手，将那本包着防水层的笔记本扔给了他们的队长。李队长狐疑地翻开笔记，起初是不屑，但随着阅读的深入，他的瞳孔剧烈收缩，握着本子的手都开始颤抖。这些数据和弱点分析，你到底是怎么知道的？我们牺牲了10几个兄弟，才摸清了一点皮毛。我摘下头盔，甩了甩头发，语气平淡，在这末世里活得久了，总得会点观察总结。这东西送你们了，拿去救命吧。李队长看着我这身顶级的战术装备和那辆杀气腾腾的雪地摩托，眼中闪过一丝狂热。你的生存能力太强了，加入我们重建军吧。国家现在急需你这样的人才，我可以直接给你申请少校军衔。我看了看这群满身伤痕的军人，心中闪过敬意，但还是摇了摇头。抱歉，我没那么伟大。我杀过很多人，我只想守着我爸，在我的高塔里过安稳日子。说罢，我跨上摩托，头也不回地驶入风雪。冰面开始发出震耳欲聋的咔嚓声，高塔外的温度计指针从零下40度爬升，天空中的铅灰色阴霾开始散去，久违的阳光洒在了冰面上，融化的雪水汇聚成小溪。我站在温室的落地窗前，看着窗外，长达1年的暴雨和极寒有了结束的征兆。爸爸走到我身边，递给我一颗刚摘下来的番茄。我咬了一口，酸甜的汁水在口腔里爆开，这是生命的味道。夏夏，最难的日子是不是熬过去了？通过无线电，我们每天都能听到官方振奋人心的广播。大型轻渔船已经开进了主城区，工程部队正在爆破那些摇摇欲坠的危楼，水质净化厂重新运作，成吨的消毒粉被撒向那些散发着恶臭的泥沼。人类这个物种真的有着如同野草般顽强的生命力，只要给一丝阳光，就能在废墟上重新扎根。看着监控里不再有难民互相残杀，而是开始有组织地跟着官方车队清理街道，我紧绷了2世的神经终于在这一刻彻底放松了下来。随着官方基地的规模越来越大，他们开始在广播里大量招募医生、工程师和教师。这天晚饭后，爸爸坐在收音机旁，听着里面招募孤儿院院长的广播，久久没有说话。我太了解他了，他骨子里那个教书育人的灵魂又开始蠢蠢欲动了。想去就去吧。我一边擦拭着连弩，一边头也不抬地说。爸爸愣了一下，随即苦笑，我这把老骨头还去凑什么热闹？那是他们烂透了，不是你的错。我打断他，抬起头认真地看着他。爸，我们活下来了，但这个世界还需要人去教那些失去父母的孩子怎么活下去，怎么在末世里保持最后一点人性。你去吧，我支持你。爸爸的眼眶红了，他重重地拍了拍我的肩膀。第二天，我们收拾了行囊，驾驶着新改装的越野车，驶出了守护我们1年的高塔，朝着官方基地的方向驶去。到了官方基地，爸爸如愿以偿地成为了新建孤儿院的院长。他每天忙得脚不沾地，但脸上的笑容却比任何时候都多。而我本来打算在基地里当个混吃等死的咸鱼，却被当初那个李队长，现在已经是李团长了，死死揪住不放。林夏，你的那份指南救了我们几百个兄弟的命，现在基地要向外围扩张，我们太需要你的经验了。推脱不过，我最终挂了一个重建委员会特别顾问的头衔。我不再需要亲自去泥水里和怪物搏杀。我坐在宽敞明亮的指挥中心里，看着全息地图，凭借上一世的记忆和敏锐的直觉，为搜救队规划最安全的路线，预测可能发生的小规模地质灾害，指出变异生物的巢穴位置。渐渐的，林顾问成了基地里的一个传奇，人们看着我的眼神充满敬畏，但我心里清楚，我只是一个从地狱里爬回来，比别人多了一点狠劲和经验的普通人罢了。虽然成了顾问，但我偶尔还是会手痒，跟着搜救队去前线转转。在一次深入旧金融区的搜救任务中，我们在一栋半塌的银行金库里发现了一个幸存的小女孩，她大概只有7、8岁，浑身脏得像个泥猴，手里死死攥着一块磨得尖锐的玻璃碎片。面对我们这些全副武装的大人，她不仅没有哭，反而像一只护食的幼狼，眼神凶狠地盯着我们，喉咙里发出警告的低吼：“别过来！”她嘶哑地喊着，看着她那倔强、充满戒备和疯狂求生欲的眼神，
那眼神和我在暴雨中重生简直一模一样。我拦住准备上前强行抱他的士兵，解下身上的武器，蹲下身，从口袋里掏出一块干净的巧克力递过去。别怕，没人会抢你的东西了，跟我走，有肉吃。他盯着我看了很久，终于放下了玻璃碎片，小心翼翼地牵住了我的手。在那一刻，我突然觉得这个千疮百孔的世界或许真的还有救。笼罩在城市上空长达1年多的阴霾，终于在今天彻底消散。我牵着那个小女孩的手，和爸爸一起站在基地最高处的瞭望台上。迎面吹来的风虽然还有些微凉，但已经没有了那种刺骨的寒意和令人作呕的腥臭。第一缕金色的阳光如同利剑般穿透了云层，毫无保留地倾泻在这片满目疮痍却又生机勃勃的废墟上。向下望去，推土机的轰鸣声震耳欲聋，幸存者们喊着号子，正在合力竖起一根巨大的钢梁。一抹抹嫩绿的杂草正顽强地破土而出，迎着阳光舒展着叶片。姐姐，太阳好暖和。小女孩仰起头，脸上绽放出一个灿烂的笑容。我摸了摸她的头，转头看向爸爸。爸爸的白发在阳光下闪着光，眼神平和而充满希望。我深吸了一口气，嘴角终于扬起了一个真正轻松的弧度。暴雨停了，极寒散了，那些恶心的人和事都化作了淤泥，末世结束了，我们的新生才刚刚开始。